今天一早起来，铃木南就打了个电话给他的秘书沈长谦，按捺不住欣喜的问对方公司昨天的收益。沈长谦看了看时间，5点整，打着哈欠道：林总，根据财务昨日报表是324万。铃木南在那头飞快的心算一番，忍不住叉腰站在床上嘎嘎笑，够了够了。沈长谦一头雾水，他给铃木南当了1年的秘书，还是有些搞不懂总裁偶尔的脑回路。什么够了？铃木南语出惊人，包养的钱够了。你现在去联系费茂的经纪人，就说我要包养费茂。沈长谦一口哈欠哽在喉咙里，震惊的差点从床上滚下来。他那生活天真，工作认真，不到30却是一张娃娃脸，说出去是高中生都会有人信的好好总裁，居然也要玩包养了。沈长谦擦着额头细汗，语气温柔，像个老妈子一样，对着铃木南说：林总，包养一般是娱乐公司总裁的玩法，我们正经科技公司不玩这套。铃木南正站在衣柜前挑衣服，听到这话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怎么办？沈长谦脱口而出，当然是不包养。不行不行，铃木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这样吧，你就说我请费茂来替我捏捏肩，捶捶背。沈长谦一惊，真的从床上滚了下来。铃木南没听到咚的一声，他还在衣柜前自言自语，这总不是包养了吧？这么正经。林氏公司是这2年蹿升的新公司，主要研究电子产品，总裁铃木南28岁，智商极高，毕业于海外名校。回国后开了这家公司，前景一片光明，还被上级媒体点名表扬。沈长谦唠唠叨叨许久，弄得对面的人皱起2道细细的眉毛，打断他：沈秘书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万欢欢年过30，眉头一皱，看起来便有些凶。沈长谦含糊半晌，就是说不出口，只得道：我们林总很欣赏费茂先生。万欢欢冷笑着放下咖啡杯，自然，费茂在娱乐圈这么有名，欣赏他的人从这儿排到海外，一个来回都站不下。费茂今年一连拿下3个影帝大奖，风头正盛。可怜的沈长谦挺直腰板，打算稍微直接一些。真要命，他是个正儿八经的文秘，不是娱乐圈里扯皮条的老油条啊！更何况他来之前向混圈的好友打听了一下，费茂是典型的软硬不吃，从不被约合约人。他小心道：林总想请费先生吃顿饭。万欢欢这下是彻底冒火了，不过他修养还在，只是万分鄙夷的撇了撇嘴，不走心道：这样啊，那我回去问问他。他拎起搁在椅子上的包，费茂等会儿还有个广告拍摄，我先走了。费茂闭着眼坐在椅子上，仰头让化妆师上底妆，听到旁边经纪人把游戏打得牙齿打架，开了口问他怎么了，一大早火气就这么旺。万欢欢把手机往桌上一拍，道：气死我了，早上7点林氏公司的总裁秘书约我出去，我还以为邀约你做产品代言人，结果那家伙拐弯抹角的夸林氏公司的辉煌，然后呢？然后万欢欢没好气道：不是约你做代言人，是约你做枕边人。费茂睁开眼，眸子里全是华丽的灯光，哪个林氏？还能哪个？就是最有名的那个总裁叫铃木南。费茂又闭了眼，不过这回是笑的，别气了。你居然叫我别气？万欢欢狐疑的打量他，平时遇到这种事情，你比我还气。那是因为那时候生气有必要，这回生气没必要。他刷上最后一层散粉，站起来，行了，我去拍摄。沈长谦买了一大堆小蛋糕回公司，站在总裁办公室里汇报情况。林总出师不利，他拒绝了。铃木南原本低着头签合同，听言后抬起头，歪了头不敢相信，拒绝了。沈长谦狗腿的把蛋糕递过去，林总，男人有什么好玩的，不如吃蛋糕。铃木南哼哼的把笔搁到桌上，这个猪蹄子。沈长谦把蛋糕打开，费茂是娱乐圈里的清流，不光拒绝了你，还拒绝过很多人。铃木南很不爽，他拒绝别人是应该的。沈长谦连连点头，他没眼光，没眼光。铃木南在工作上出色的不行，日常里却像个小孩，
要人哄。沈长谦看着桌上不通过的一叠合同，这些有什么问题？一说到专业领域，铃木南便眉飞色舞起来，说的头头是道，末了舔舔嘴巴，大概问题就是这些，给我再拆个蛋糕。晚上，铃木南把车停到车库，转着钥匙进屋，就见有人已经站在厨房里忙活。他急忙奔过去，从后面大力的撞上对方的腰。费茂，你居然拒绝我的包养！费茂正在炒蛋，关了火后抱住他，哭笑不得，怎么突然有了这种念头？铃木南搂着他的肩，主动攀上对方的上半身。你上回不是说娱乐圈好多人被包养了吗？说他们一晚上就赚了几百万，我那又不是羡慕。费茂抱着他坐到沙发上，再说我一晚上能赚你几个亿？铃木南趴在他身上，金子又不是钱。他支起身子，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张支票，这是你今晚的小费，本大爷要2次。费茂真是被他逗得心都软了，亲亲他的脸，是金主大人。第二天，沈长谦又被派去跟万欢欢接洽了。万欢欢看着他，眼里全是瞧不起。沈长谦这回是在摄影棚门口，探头往里望了一望，道：昨天我问了。万欢欢不屑道：费茂不愿意。谁说不愿意？费茂从远处走过来，站到沈长谦面前，只是吃一顿饭是吧？告诉林总，我愿意。万欢欢震惊了，费茂你，沈长谦也震惊了，你居然……费茂低着头选餐厅，中午12点 X 餐厅 Y 包厢。铃木南带着一张新支票，屁颠屁颠的去了，推开包厢门站在里面，开心的叉腰，我也是走在包养前列的男人了。费茂拉他过来，揉着他的腰，疼不疼？铃木南在心里算了笔账，道：你给我揉5分钟腰，捶5分钟肩，剩下的30分钟吃饭，然后我付你1000万。费茂拧了拧他的耳垂，谁规定的流程？这是根据你的片酬换算的。铃木南道：快，1分钟都不能浪费。费茂捏着他的脖子，你是根据我的片酬打了3折吧？唉，铃木南叹了口气，包养你真是太贵了。沈长谦和万欢欢在门口坐立不安，40分钟后，费茂出来了。万欢欢看着他的脸，寻找上面的唇印，松了口气，还好，没事吧？铃木南跟在他后头探了头，当然没事，我们还把菜吃光了。4个人走到门口就分道扬镳，铃木南热情的挥手，再见再见，工作顺利。费茂的眼里露出点笑意，他也挥了挥手，再见。铃木南坐在后座，沈长谦开车，看着后车镜，真的吃了顿饭。铃木南盯着窗外，不然呢？沈长谦付他1000万。太贵了。沈长谦痛心，资本家只能吸人血，怎么能被别人吸血？你说的对，太贵了。铃木南转过头，我们资本家只能吸别人血。林总晚上躺在床上，跟费茂要前2天的支票。费茂逗他，不是包养小费。金主大人，铃木南振振有词，我们资本家是只能主动吸血，不能被别人吸的。他说着撑着床铺起来，趴到费茂身下，我要开始吸血了。费茂看着他的发旋，心里觉得好笑，有你这样吸血的？林总很严肃，1斤10血，我吸一次就赚了好多个亿。铃木南满足后窝在费茂的怀里，道：包养你真是太贵了，我再也不要玩包养小游戏了。铃木南和费茂吵架了，吵架的导火索是铃木南疲于加班，回家后吃不下饭，无论费茂怎么哄，他都摇摇头，不吃，累。费茂后来把碗一搁，道：那你好好睡一觉，我去看剧本。他割碗的声音在铃木南听来又重又尖利，让他眼皮啪的一跳。这天费茂十分冷淡，铃木南睡去的时候他还没上床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对方又早走了。铃木南就觉得费茂应该是生气了。铃木南也很生气，他想，臭男人再生气，晚安吻
和早安吻怎么能不给我呢？铃木南起床上班，贴心的关怀了下秘书沈长谦。铃木南说：“长谦哥呀，你最近感情生活怎么样？”沈秘书规规矩矩答：“准备谈婚论嫁中。”林总，恭喜恭喜。3分钟后，铃木南，嗨，那你上回跟女友吵架怎么哄的？沈长谦从这句问话里听出不一般的信息，总裁恋爱了？没有，林总疯狂摇头，我帮朋友问的。沈长谦了然的点点头，上回女友说不买房不结婚，我们为此争执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我给她买了套房，完美解决。铃木南合上文件，深沉的想了想，买房？好吧，那你去帮我买套房，海滨那边新建的别墅好了，别太贵，5000万之内吧。沈长谦，好的总裁，写你的名字吗？别写我的，林总又深沉了，压低了声音，写费茂的。咣当，沈长谦腿软地，用手扶住了桌子。沈长谦拿着新鲜出炉的房产证和一沓资料，站在摄影棚门口，内心咚咚跳。林总怎么跟费茂搞一起了？林总比费茂小2岁，矮大半个头，工作领域完全没有交集，难道吃一次饭就在一起了？太荒谬了！沈长谦无法克制的担心起了自家的天真总裁。铃木南怎么看都不像是吃人的，他像是被吃的。沈长谦在摄影棚门口站了15分钟，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打量了他好几眼，弄得他脸皮飞速变红，强装镇定，挺胸抬头的进了棚内，然后跟个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的奔向目标。目标正在左前方站着。沈长谦同手同脚走过去，把牛皮纸袋递给对方，林总叫我给你的。费茂伸手接过，拆开看了一眼，他又怎么了？沈长谦觉得这个又字耐人寻味，不能深思。导演在前面不停的叫费茂的名字。费茂把合同往沈长谦怀里一塞，你拿回去，就说我不要。沈长谦灰溜溜的回去了。他把事情一说，铃木南就叹了口气，由此可见买房不靠谱。沈长谦积极帮他分析，费先生不差钱，我觉得金钱不能作为解决手段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铃木南道，也许我需要用技术手段来解决。沈秘书，林总，你去帮我买一身海军服。沈秘书，好的总裁。沈长谦作为职业素养很高的文秘，面对任何碎三观事情都很淡定，但是他没有出色的完成任务，因为他买来了费茂的尺码。铃木南下午早早的回去了，公司今天总算没有了额外任务，能够准时回家。他刚跨进客厅，就闻到了牛肉的香气。铃木南动动鼻子，兴冲冲的跑进厨房，你给我做牛肉了。铃木南最喜欢吃牛肉，尤其是五香牛肉，费茂做这个的水平一绝，牛肉吃起来劲道，有浓浓的香气。但是做五香牛肉要耗上1个下午的时间，费茂太忙，一年也就做个2-3回。铃木南站在厨房里，被香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费茂切下肥瘦均匀的一片，塞进他的嘴里，好吃吗？铃木南眼睛亮亮的，好吃。他手上还抱着纸袋，费茂指指，什么？给你买的衣服。费茂切完一整盘牛肉，端上桌后道，米饭还有10分钟，房子退了吗？退了。铃木南道，你干嘛不收我的房子？哼，男人真难养。费茂笑出声，你给我买房做什么？我们半年前不是刚购置一幢？铃木南扔下纸袋，上前抱住他，你不是生气了？我想哄哄你。费茂挑眉，没出声。听见铃木南说，昨天我真的吃不下，不是骗你的。哦，这个呀。费茂露出个腹黑的笑，我确实生气了，你等会儿哄哄我。哎，男儿啊，真难养。吃完饭洗完澡，费茂在浴室里拿出海军服，愣了好一会儿。他看着白色的笔挺的军装，想
原来他的男喜欢这款。铃木男正坐在客厅上看电影，眼神一瞥，看到费茂穿着海军服出来了，太帅了，太男人了。铃木男从沙发上跳下来，冲过去抱住他，费茂，你超帅。费茂抬了下帽子，沈长谦买的挺齐全，帽子、腰带、皮鞋一样不缺。铃木男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，又站起来，不对，坐沙发上不好看。他从书房里搬出一把厚重的宽大的雕花木椅，在客厅里放着，然后指了指，费茂，你快坐到这儿来。费茂从善如流，刚坐下，铃木男就爬上来。木椅挺大，他双腿分开跪在费茂的两边，完全没问题。铃木男抱着费茂的脖子，好啦，别气了，我来哄哄你。哎，男人啊，太难哄了。铃木男在木椅上跪着哄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他揉着酸疼的膝盖，用十分老练的口吻对沈长谦说，事实证明，技术解决一切。费茂参加了一个真人秀，到冀省乡间的农家里去种地。说是种地，其实很水，也就采采水果，摘摘蔬菜，翻翻土地。明星嘛，最重要的还是露出帅气逼人的脸给观众欣赏。但是费茂不一般，在同行偷懒，导演要他偷懒的真人秀里，他勤快的扛起锄头，跟着村民走在乡间小道上，去了田里种地。真种地，费茂这种大明星都不偷懒，其余人自然也不敢，咬咬牙也跟着走了。于是这个节目就做得十分成功，十分接地气。但是导演不满意，这是个秀嘛，怎么变成了农村文化普及栏目？正好节目里有个女演员，平时特喜欢费茂，对费影帝的崇拜写在眼里。导演组就耍了个心思，他们安排了1对1结对活动，2两一组种地。女演员依依跟费茂分到了一块儿。依依高兴坏了，她早就听说费茂在圈里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，不近女色，但是男人都是有需求的，依依觉得女人要够主动，于是她就很主动。依依第3次挥着锄头到费茂身边，费茂哥哥，那儿的土也松好了。他擦擦额头的汗，现在干嘛？他期待无比的看着费茂。费茂指指远处的大棚，现在去挖番薯。依依两眼一黑，瞬间想晕倒。他跟着费茂在这片土地里耗了一上午，一开始尽心尽力的干活，以为费茂会怜香惜玉，搀扶自己，温柔的替自己擦去汗水，让自己坐在田埂上美美的拍照。谁知对方让自己松了一上午的土。眼看别的组都休息了好一阵，依依看着费茂英俊的脸，咬咬牙，行。费茂带着依依进了大棚，导演组激动了，大棚可是个密封的场所呀。虽然是光天化日的透明大棚，导演挥挥手，要2个摄像赶紧跟进去。费茂蹲在地上，用手上的镰刀挖番薯，依依凑过去，没话找话，费茂哥哥，你喜欢吃番薯？费茂摇头道，家里的小猪比较喜欢吃。想不到费茂看起来正派男人，居然在家里养粉嫩的小香猪。依依略一脑补，就觉得面前的男人很有爱心。他再接再厉，费茂哥哥养小猪几年了？费茂将挖出的番薯放到一边，难得有了聊天的念头，快5年了，他很聪明，最喜欢我做的芝士烤番薯。你做的？依依尖叫一声。不光依依羡慕了，这期节目播出去后，所有女人都羡慕了。林小猪坐在沙发上，用铁勺挖着番薯，大声道，费茂哥哥，再来一个烤番薯。费茂的粉丝先是羡慕，然后就开始撕逼。依依左一个费茂哥哥，右一个费茂哥哥，将表里表气演绎的淋漓尽致。粉丝们很不爽，头号粉丝铃木男最不爽。他用铁勺指着这个女人，啊，她居然离你这么近。费茂啪的关掉电视，别看了。不行，你这么好看，我要看。那你就看我。费茂把他抱起来，电视还隔着屏幕。铃木男窝在他怀里，还是很气。可是屏幕里的你在挖番薯，我没见过。费茂道，大汗淋漓的样子，
你见的还少。铃木南一下醍醐灌顶。转眼又到了拍综艺的时间，导演组一商量，给费茂打来电话，说上期收视率爆表，这期要不要把小香猪带来，让他露个镜，给综艺添柴加火。打电话的时候，铃木南恰好在旁边，竖着耳朵听完导演的大嗓门，在一旁拼命点头。费茂看他高兴，便道：好。导演组一阵欢呼雀跃，铃木南一阵欢呼雀跃。导演组的欢呼雀跃在看到铃木南后变成了面如死灰。费茂拉着铃木南下车，这就是我养的小猪。总导演，没想到居然是费茂的朋友，你们感情真好。这期节目依依就跟费茂一组，他扛着锄头站到费茂身边，费茂哥哥。费茂没恩，只道你等会儿。他蹲下身，替铃木南把长裤塞到橡胶靴子里，站起来替对方系紧腰带，戴上草帽，地里有蚯蚓蚱蜢，小心些。林少爷这个富二代没下过地，捧着水壶特开心，一步一跳的跟在费茂旁边。费茂把水壶扛到自己肩上，走慢点。依依看看自己手上的水壶和锄头，等了半天也没听见费茂说帮自己拿。林少爷对下地很有兴趣，他饶有兴致的用锄头松土，可惜他体力不行，常年坐办公室，懒得运动，根本就是一只小菜鸡，松了没20分钟就大汗淋漓。费茂走过来，拉着他往阴凉处走，你坐着休息，我去松。铃木南不是很开心，我没这么弱的。费茂哄他，是，你在别处很强，这儿不是你擅长的领域。铃木南不用松土之后，他就开始捣乱了。他用那双火眼金睛和顺风耳，时刻关注着依依的一举一动。依依离费茂近点，他就冲过去，硬是站在两人中间。依依问他干嘛，他晃动手臂，我在装被风吹动的稻草人。依依叫声费茂哥哥，铃木南就跟着喊费茂哥哥。依依娇滴滴的要费茂拧瓶盖，铃木南在旁边跑来跑去，费茂哥哥，这儿有只蚂蚱，快帮我捉住它。依依气得腮帮子疼。在第10次被抢之后，依依哇的气哭了。铃木南小心的捧着掌心的蚂蚱，哼唧，你哭什么？我都没哭。依依哭着走到费茂面前，问他，你怎么都不哄我？铃木南哼了一声。费茂把手放在铃木南脑袋上，我哄你，接下来该哭的就是我了。他随手拉过摄像，你哄哄他。一上午的劳动做完后，去农户家里吃中饭，依依非要坐在费茂身边，用他倔强的心来解释，就是他要看看费茂能专情到什么程度。结果费茂根本没看他。农户端上来的鸡鸭都是整只，费茂忙着撕扯肉，夹到铃木南碗里。农户端上来的虾和烤玉奶，他剥了皮放到铃木南碗里。铃木南吃了碗里的一半，不肯吃了。林少爷有点挑食，又有点小胃。费茂低声哄他再吃了2口，自己把剩下的菜吃进了嘴里。依依眼圈又红了。到了下午要去捕鱼，铃木南欢呼一声，他还没坐过渔船呢。码头离农户家里距离不远，大伙儿徒步走去。费茂把铃木南抱起来。铃木南看着周围的摄像，道：你快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走。就你这点体力，1-2个小时就蔫了，还怎么捕鱼？胡说！铃木南道：我体力很好，我晚上都不晕的。费茂揉着他的头发，好笑道：晚上都是我在努力。哼！铃木南抱着他的脖子，豪情壮志，今晚我来努力。晚上林总努力了1小时，败下阵来，老老实实让费茂继续努力了。这期节目播出后，收视率不是爆表，是爆炸。粉丝们来不及撕逼依依是多么矫情，多么绿茶，多么婊子。他们盯着屏幕里的费茂喊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们的偶像吗？这不是外星人附体吧？喊完他们集体哭了，原来睡爱豆一开始就错了，错的不是身份年龄，而是性别。哭完他们又笑了，心想太好了，跟我一样性别的都睡不到，平衡了。他们开始吃糖了，糖分太多，
一瞬间粉丝们集体变胖。他们还嫌不够，嗷嗷叫着要铃木南每期都上。费茂发微博说，不行，真人秀太累了，我舍不得。粉丝哈喽，累什么啊？林少爷没松土没挖薯，走路有人抱，吃饭有人挑，一整期综艺他手里只捧过一只蚂蚱。费茂，捧着蚂蚱我也心疼，怕蚂蚱咬他。粉丝，求求你把费茂交出来，你这个外星人别再冒充他了 ，OK 吗？恋情公开后，首先受到冲击的不是粉丝，而是万欢欢。费茂那天去录综艺，从公司出发，坐在后座，对万欢欢说：“林氏集团门口停一下。”万欢欢一愣，然后哆嗦着问：“你该不会被潜规则了吧？你疯了？你缺钱还是缺刺激？”费茂眼皮一抬：“我缺爱。”录完综艺，费茂看着沉默了一天的经纪人，好心的拍拍他的肩：“我跟楠楠在一块5年了。”万欢欢欲哭无泪：“你居然背着我玩了林总5年！”费茂：“我追他追了2年。”万欢欢立马摸摸眼角：“你太没用了。”万欢欢略微有些惆怅，他带了3年的费茂，看着对方接二连三的拿下影视圈大奖，为对方争取到热门影视剧本，就是没想到对方恋爱了。难怪费茂一直不让他们送到家门口，也不肯让他们上门去接。原来家里养着一只金丝雀。不对，万欢欢想是一只小香猪。综艺播出去的第2天，铃木南照常上班，公司上上下下看着他的眼神非同一般。沈长签递合同时说：“林总啊，恭喜恭喜，扶正了。”在沈秘书眼里，林总和费茂的地下恋短的就跟火花似的，现在变成了明面恋爱。林总深沉的笨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有些苦恼，我现在是有男人的男人了。”林总觉得自己的男人暴露后，别人不应该称自己林总了，体现不出自己背后有费茂。但是他又不想别人叫他费太太，怪怪的。想来想去，他只好让沈长签印了几百份名片，一份是铃木南的男朋友费茂，一份是费茂的男朋友铃木南。他给公司人手发了2张，剩下的一股脑全打包送给了万欢欢。万欢欢收到厚厚的一沓用皮筋捆住的名片，脸都要碎了。他拿着去给化妆间的费茂看，费茂一瞧，难得开了口跟他道歉：“抱歉，他有点淘气。”万欢欢用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他。费茂拆下皮筋：“你去发吧，摄影棚人手2张。”这下摄影棚都知道了，费茂名草有主，还是个总裁。晚上吃完晚饭，铃木南问：“名片呢？”费茂掏出仅剩的2张，都发出去了。哼哼，这下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了，就不敢来打你的主意了。铃木南得意洋洋。费茂把没印上电话的名片搁到茶几上，抬手拍了拍他的头：“淘气包。”铃木南一时兴起，工作完后跑到了综艺录制现场去看费茂。这次综艺录制在室内，流程简单，主持人和嘉宾聊聊天，谈谈心，在一块做几个游戏，最后是粉丝互动。除了费茂，参加综艺录制的还有几位风头正盛的小鲜肉，年纪都比费茂小，一口一个前辈的叫他。费茂坐在主持人安排的椅子上，得体的回答问题。铃木南坐在旁边一处沙发上看着，久了就觉得有些困倦，拿起手机玩了一通。结果手机没能让他遣退瞌睡虫，反而哈欠连连。他左右张望，发现大家都在朝台上看，便裹了裹身上的衣服，躺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他睡觉跟兔子一样安静。万欢欢在一旁看了好2眼，心里叹气：这么帅的费茂居然也能看睡着。铃木南太累了，他中午没休息，连轴转的批完了文件，否则哪有空来看综艺录制。他是被现场的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惊醒的，醒的时候哆嗦了一下，分不清今时今日。铃木南的脑袋瓜还没运转起来，完全瘫痪。他迷迷糊糊站起来，直奔台上。万欢欢眼睁睁看他十分熟练的坐上了费茂的大腿，趴在对方胸口上闭了眼。台上台下都有些乱。
主持人看着一个大活人跑上台，又看着费茂亲昵的抱住他，他看了2眼，费茂抬起一只手，示意他别说话，而后一手托着铃木南的屁股，一手压着他的后脑勺，抱着他下了台。台上正好在做游戏，分为了2队，费茂那队还没上场。费茂坐到沙发上，抱着铃木南哄：“楠楠，楠楠。”铃木南咕哝一声：“别吵，累。”费茂揉揉他的头发，转了个身，将他放在柔软的沙发上。铃木南揪着费茂的袖口不放，费茂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，铃木南抱在怀里，像吸毒似的吸了2口，满足的蹭了蹭。铃木南直到回家前才彻底醒来，工作人员在四周走来走去，挪动道具，观众如潮水般朝外退去，整个录制大厅内灯光明亮。他坐在沙发上猛了一会儿，费茂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耳垂：“醒了？”“铃木南站起来，我梦见我上台了。”费茂拉着他往外走：“你确实上台了。”铃木南：“啊？”综艺还没播出，铃木南上台的片段就被传了出去，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。林总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，对沈秘书道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”“我太丢脸了。”沈长谦：“没有，你又没打呼，没磨牙，没流口水。”“你不懂。”铃木南沉着娃娃脸：“我一点都没有总裁气质。”“总裁怎么会睡得跟头猪一样上台？”除了上台外，网上最火的片段是粉丝互动环节，观众问费茂：“林总上台时，您尴尬吗？”费茂淡淡道：“不尴尬，我想亲他。”这个片段变成综艺节目的预告片，铃木南反反复复看了30遍，下载下来。U 盘存1份，电脑硬盘存1份，百度云存1份，手机相册存1份，防止丢失。晚上，铃木南躺在床上，问费茂：“你为什么想亲我？”费茂用食指描绘着他的耳垂轮廓，然后用整个掌心去蹭，道：“因为你睡着了，睡着前应该有睡着吻，跟晚安吻一个道理。”铃木南一想，有道理。他闭上眼：“那我现在要睡觉了，你给我睡觉吻吧。”费茂勾起嘴角，亲了他3下，睡觉吻、晚安吻，还有一个喜欢吻。一沈长谦最近在办公室里总是低着头，膝盖上放着本厚厚的硬壳小说。铃木南抬眼就能看到对方专注的沉浸在小说世界里。林总扣扣桌子：“长谦哥，你在干嘛？”沈长谦抬起头，愁眉苦脸：“女朋友要我学学这本书里的霸道总裁，她说喜欢这种调调。”铃木南好奇的走过来：“霸道总裁？这不是我的定位吗？”林总对自己的定位相当准确，总裁，但是他不霸道。他仔细想了想，业内人士对他的评价，都说他绅士。接着他又想起沈长谦说的女朋友，道：“你女朋友喜欢霸道总裁？”“对啊。”沈长谦沉浸在书中，你别说，书里的总裁还真的很霸道。铃木南站在他面前：“给我看看。”他挤过脑袋跟沈秘书一块看书。林总觉得沈长谦的女朋友喜欢，没准费茂也喜欢，他得学习学习。铃木南看了半小时，翻过了书页的1/3，原来现在流行这种调调。据说这本书很畅销。沈长谦道：“林总知道怎么霸道了。”铃木南大手一挥，信心十足：“我已经 get 到了精髓。”晚上回家，铃木南看着在厨房里忙活的费茂，叉着腰站在门口：“我要吃红烧鲫鱼。”费茂：“不行，上回吃鲫鱼你被刺卡住了。”“好吧，你这个男人。”铃木南走过来抱住他：“你要是给我烧鲫鱼，我就给你买新款手表。”费茂还以为他一时兴起，摸着铃木南的脖子哄他：“手表也不行。”“好吧，你这个男人总是这样，要不够。”铃木南深沉道：“我再给你加新款服装。”费茂差点笑出声：“新款服装也不行？你这个男人得寸进尺。”铃木南晃晃脑袋：“我就是要吃红烧鲫鱼。”霸道总裁精髓之一就是要坚持自我不动摇，
直至对方妥协。费茂想了想，行，吃酸菜鱼。铃木男满足的吃了顿不带刺的酸菜鱼，躺在沙发上霸道：我现在心情好，所以给你转100万。费茂从冰箱里拿出颗巧克力剥开，巧克力吃吗？铃木男立马坐起来，吃。现在我心情更好了，我要给你转200万。费茂把巧克力喂给他，我给你去放洗澡水。费茂你真好。霸道林总吃着巧克力，眼泪汪汪，我要给你转300万。洗完澡躺在床上，铃木男任由对方擦干头发，问费茂：你现在开心吗？费茂：挺开心的。不行，林总不肯了，你快说你不开心。费茂拿起床头的吹风机，从善如流，我不开心。铃木男满意地点点头，大手一挥，那我给你转400万。霸道总裁精髓之二就是自己开心了给对方赚钱，对方不开心了给对方赚钱。费茂收拾好自己上床，看到铃木男捣鼓着手机，小小的身子缩在被窝里，跟抱了根胡萝卜的小兔子一样。费茂抽走手机，看到页面停留在支付宝上，哭笑不得的抱住他，在做什么？给你转账。林总枕在费茂手臂上，你快看看你支付宝。费茂一手抱他，一手拿手机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在做霸道总裁。铃木男得意洋洋，喜欢吗？费茂打开手机，显示支付宝收到了521万的转账，笑着亲了亲他。霸道总裁连数学都不会，怎么转我521万？铃木男很严肃，因为霸道总裁要霸道，怎么能规规矩矩的只转400万呢？费茂把手机搁到床头柜上，这么说，我今天是霸道总裁的小娇妻？铃木男摇摇头，你不是小娇妻，你是大丈夫。接着他又缩在费茂怀里想了想，抬头亲了亲对方的下巴，你是霸道总裁最喜欢的人，才不是替身。林总今天白天看的小说，里面的总裁把对方当成替身，真是太不负责了。林总很看不起他。费茂拍着对方的背，你也是我最喜欢的人，不是替身。铃木男点头，那当然，我是霸道总裁嘛，肯定不是替身。第二天上班，铃木男看到沈长谦还在看那本小说，他咳了一声，你昨天和你女朋友玩霸道总裁小游戏了吗？沈长谦脸皮红了红，完了。铃木男忧伤的看着他，这么说，你破产了。霸道总裁小游戏是个烧钱的游戏，铃木男觉得以沈长谦的资产还玩不起。沈长谦摇头，没有啊，没花1分钱。居然没花钱？铃木男不敢置信，而后虚心请教，那你们怎么玩的？沈长谦委婉道，耗费了点体力。铃木男一下就明白了，原来霸道总裁小游戏也可以是个耗体力的小游戏。第3天上班，铃木男看到沈长谦还在看书，他给自己的皮质沙发椅垫了个坐垫，道，霸道总裁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。沈长谦，铃木男，烧钱太快，耗体能太多。但是他是本好书，铃木男赞叹，我受益匪浅。铃木男最近吃多了巧克力，牙开始犯疼。一开始是隐隐作痛，后来疼得整宿没睡，第2天起来脸颊红肿。他丝丝的倒抽冷气。费茂那天恰好没有通告，带他去了趟私人医院，医生简单一看，道，蛀牙。紧接着他又补充，林总有4颗蛀牙。蛀牙修复完，费茂便对他的零食严格把控起来，甜食饮料不准他过分摄入。铃木男每天待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空空如也的抽屉叹气，想吃东西。沈长谦敬业的递出一条无糖口香糖给林总，这是费茂亲自打电话来吩咐沈秘书备着的林总的可食用零食。铃木男接过口香糖，扁着嘴拆包装，惨，我真惨。不能吃巧克力棉花糖小蛋糕之后，铃木男就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。他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到处浏览情感帖子，最后决定跟费茂耍赖皮。下午回家，铃木男在客厅里叉着腰喊，费茂，
我要吃布丁。费茂，不行！铃木男立马往沙发上一倒，你不给我吃，我就不起来。费茂从厨房里探头往沙发上看了一眼，走过来哭笑不得的拉起他，乱闹。铃木男抓着他的袖子起身，满怀期待的问，可以吃布丁了？费茂摇头，不行。铃木男立马放手，直接躺到了地毯上，神色认真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费茂走过去开冰箱，你准备在地毯上睡觉？我要在地毯上打滚。铃木男纠正他。费茂从冰箱里拿出个盒子，哦，我昨天做了无糖巧克力，既然你要在地毯上赖皮，那巧克力就不给你吃了。铃木男一咕噜爬起来，激动的乱叫，我要吃！无糖巧克力很苦，但是融化在嘴里的无与伦比的口感，让林总忍不住眼眶含泪。他一连吃了3颗，最后收回包糖纸的手舔了舔嘴唇，不吃了。费茂讶异，够了。铃木男点点头。哎，林总在心里告诫自己，耍赖皮要来的巧克力不能多吃，不然负罪感太重。过了1个星期之后的某天夜晚，费茂洗完澡，听到铃木男躺在床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：黑森林蛋糕、榴莲蛋糕、蒲公英巧克力、酒心巧克力、芝士巧克力。他边说边吞口水，美美的数完一圈，确信自己没有遗漏，便抱着费茂的腰，满足道：我在幻想中都吃到了。费茂好笑，这么想吃？铃木男点点头，想。然后他又回忆起看牙的痛苦，又摇了摇头，但是更怕蛀牙。费茂摸着铃木男的下巴，乖。费茂跟万欢欢请了1天假，专门去学习了甜品烘焙。万欢欢看着1分钟赚数万的男人围了个围裙，在蛋糕师傅面前认真的学习蛋糕裱花，忍不住用手心盖住眼睛。林总下班看到桌上的小蛋糕，以为是自己眼花，他揉揉眼睛，眨了3下，发现蛋糕没消失，顿时开心的扑向费茂，真的蛋糕。费茂接住他，自己做的，吃吃看。铃木男吃了1勺，满足的眯起眼，好吃。费茂减少了糖的用量，做出来的蛋糕不如外面卖的甜，但是在铃木男吃来是最甜的。铃木男吃完半个，躺在沙发上道，剩下的明天再吃。费茂替他装好，你居然肯把蛋糕留到明天？铃木男点头，我这叫珍惜。林总今日份感悟，不靠耍赖皮得来的蛋糕也不能多吃，要珍惜。双11快到了，整个公司上下的氛围都变得异常欢乐。铃木男早起上班，看到沈长谦坐在座位上，面前铺着一张 A4 纸。林总看上一眼，又看上一眼，最后干脆站在沈秘书背后，指着纸问：这是什么？沈长谦皱着眉，这是女朋友列给我的购物清单，说是双11的时候买给她。铃木男看着一连串的奢侈品牌子，双11为什么买这些？因为双11便宜。沈长谦道，而且还能在朋友圈假装不经意的晒出来，秀个恩爱。秀恩爱？铃木男站在办公室里摸着下巴，有点道理。铃木男也想秀个恩爱，但是他没有经验，身边除了沈长谦也没有另外的借鉴对象，只得捧着手机点开沈秘书的朋友圈，打算虚心学习一番。结果他大失所望，沈长谦的朋友圈除了股票、公司新闻就没有一点日常。他举着手机指责沈秘书，长谦哥，你的朋友圈怎么能这么不生活化？沈秘书很无辜，林总，你一个不发朋友圈的人，这样说我也太没道理了吧。铃木男一想也是，接着他就发现了一个重大漏洞，他没开朋友圈，就算开了，朋友圈里也没什么人，怎么秀恩爱？林总决定扩大学习范围，他走出办公室，虚心请教了秘书助理安安。安安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。铃木男靠在桌边，漫不经心的问：安安，有男朋友吗？安安此时正在打游戏，一边 KO 一边道：没有，等着国家分配呢。铃木男，那你要是遇到很开心的事情，会怎么让别人知道？3发。安安的手指在屏幕上乱飞，同时回答问题。我们小姑娘一般发1次微博，发1次朋友圈，
发一次 QQ 空间。原来如此，林总点着头走了。铃木南开了个微博号，取名费茂的男朋友，显示昵称被占用，费茂的爱人被占用，费茂的宝贝被占用，我最爱费茂被占用。林总在办公室挫败的嗷呜一声，恨恨的打下我被费茂睡了成功。粉丝的爱虽然大胆，但是还没有胆子大到到处宣称自己被费茂睡了，这样不是爱偶像，而是给偶像添麻烦。铃木南曲折的取名录暂告一个段落，他关注了费茂和费茂的超话，暗搓搓把自我介绍写成：大家好，我是铃木南。简洁明了，林总很满意，觉得很有总裁的干练气质。晚上在家，铃木南从抽屉里找出一本巨大的日历本，开始计算距离双11的天数。经过精确计算，铃木南捧着日历本叹气：天啊，居然还有62天。他顺势倒在床上打了2个滚，然后坐起来把日历本一合，不行，我必须天天秀恩爱。他去观察了一下明星秀恩爱的方式，从衣柜里找出费茂的白色衬衫穿在身上，然后拍了个照发上去。费茂的衬衫好大，他聪明的发在了费茂的超话里，5分钟后就被举报了，10分钟后微博删掉了他的帖子，理由是过于色情。铃木南举着手机去书房找费茂，费茂，微博客服说我穿你的衣服很色情。费茂转头一看，挑眉抱住他，确实色情。铃木南穿的衬衫100大领口大袖口大，看起来不像是秀恩爱，像是求爱。林总不是遭到挫折就会轻易放弃的性子，他再去观察了一番普通人的秀恩爱，然后拍拍枕头，费茂，你快躺下来。费茂枕着手臂，你要干嘛？我拍个照。铃木南左移手机右移手机，然后发布命令，你快闭眼。费茂闭上眼。铃木南拍了张费茂假装睡着的照片，发到微博上，这下秀恩爱成功了吧？粉丝们震惊了，接着惊悚了。他们看着马甲名为我被费茂睡了的用户发的照片，疯狂敲击键盘，费茂好帅，费茂睫毛好长，费茂皮肤好好。有人注意到此人的自我介绍，察觉到是林总下凡，便嗷嗷叫着感谢，谢谢林总，林总多拍点。铃木南看着热评很不爽，怎么大家都不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意思是我要跟费茂睡觉了，费茂睡在我旁边呢？粉丝好笨哦。铃木南捣鼓着手机睡在费茂胳膊上，他们居然说要把这张照片作为壁纸，哼，我要删掉它。林总小气了，不肯给别人看了。他哼哼唧唧的删掉照片，把手机一扔，秀恩爱真难，秀恩爱再难也难不倒聪明的林总。第二天他起床顶着鸡窝头刷牙的时候，费茂还没出发。铃木南5分钟内刷完牙洗完脸，奔过去仰着头，费茂亲一个。费茂正在穿大衣，听到这话停下穿大衣的手，低头亲他的嘴唇，亲完拍拍他的头，晚上我不回来，今天有夜戏。铃木南点点脑袋，掏出手机，我要发微博秀恩爱了。费茂在车上看剧本，万欢欢刷着微博，你又上热搜了。费茂头也不抬，又怎么了？万欢欢嘴角抽搐，把手机递到费茂面前，你自己看。只见铃木南的微博上写着，费茂早上的嘴是红薯味的，特别特别甜。费茂笑笑，喂，你登的是我的微博？万欢欢嗯了一声，你别乱来啊。他警惕的看着自家艺人。费茂手指动了2下，把手机还给他，对不住，我乱来了。万欢欢接过手机一看，费茂转发了林总的微博，复言，你的嘴是薄荷味的。铃木南严肃的在费茂下留言，你胡说，我亲了你，我的嘴也变成红薯味了。林总晚上下班，看到沈长谦手上拿着 A4 纸，胳膊下夹着公文包，长谦哥，你去哪？沈长谦陪女朋友买东西，当着别人面买礼物，也是他秀恩爱的方式。铃木南由衷的赞叹，你女朋友真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林总裁大气粗的订了好多寿司外卖，送到剧组拍摄场地。
导演看着外卖员来了5波，回回都是搁下一个箱子。他指着寿司拼盘对副导演说：“托了费茂的福。”费茂刚拍完一个片段，招呼剧组所有人一起吃吧。工作人员和演员围拥上来，打开外卖箱，看到箱子盖上写着：“谢谢你们照顾费茂了。”导演怪异的盯着照顾这2个字，又看了看高大的费茂，多谢他照顾剧组其他人还差不多。林总花样奇多，第一个盖上写着：“谢谢你们照顾费茂了。”第2个盖上写着：“但是你们别喜欢费茂，费茂是我的。”第3个盖子上写着：“早点让费茂回家。”第4个盖子上写着：“没有费茂我睡不着觉。”第5个盖子上写着：“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喜欢费茂呀。”年轻演员受不了的捂住嘴，寿司还没吃成，狗粮先吃撑了。导演一把年纪，看着句子感到牙疼，他走到一边问费茂：“要不你先回家？”费茂摇头：“我先回去他反而会不高兴的，我得工作完再走。”他对着5个箱子拍了张照，发到微博上：“我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喜欢南南鸭。”铃木南严肃的在费茂下面留言：“你胡说，你不喜欢鸭，你只喜欢我。”这天林总吃完饭，窝在沙发上看了2集哆啦 A 梦，看着蓝胖子从口袋里拿出了好几件宝贝，转头对费茂道：“啊，我要是有超能力就好了。”费茂在一旁替他剥柚子。超能力？对啊。铃木南跪在沙发上，如果我有超能力，我就大手一挥，把柚子皮变没，这样白天也能吃到柚子了。费茂把手心的柚子肉递过去，贪吃鬼。铃木南一口吃完，继续道：“如果我有超能力，那我要在早上变出一份砂锅粥，加了很多很多鸡蛋丝的瘦肉粥。”他美滋滋的说完，又在沙发上躺下来。要是有超能力，我还要你出现在公司门口接我下班，真是想一想就开心。费茂抱他起来，没准我们楠楠真的有超能力。第2天，铃木南还在睡梦中，就听见了刺耳的闹铃声，吵得他皱起眉，把下巴往被窝里缩。费茂起身按掉闹铃，回身在铃木南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掀被下床，把被子稍微拎起，盖住楠楠的耳朵。他快速洗漱完，进厨房拿出了砂锅。铃木南起床，从餐桌上看到了热气腾腾的新鲜砂锅粥，还是加了很多很多鸡蛋的瘦肉粥。他在客厅里叉着腰哇哇乱叫，结果发现家里没人，费茂已经起床上班去了。他哼唧2声，坐在桌边。超能力。林总背着双肩包去上班，到了下午，沈长谦进总裁办公室，激动地说：“林总，费先生来了。”铃木南一下从沙发椅上跳起来，奔到办公室外面，看到费茂靠着安安的桌子，手上领着塑料盒。铃木南哇的跑过去，扑到费茂怀里：“天啊，今天的我真的有超能力！”费茂接住他，朝安安和沈长谦点点头，然后牵着铃木南的手进办公室：“给你带了柚子，吃吗？”原来费茂带来的塑料盒里装满了新鲜的柚子肉。铃木南吃了2块，拿起1块递到费茂嘴边：“你也吃。”费茂张嘴吃下，把他抱到椅子上：“工作吧，等会儿一起回家。”林总兴奋的扭来扭去，太幸福了。费茂安安静静的坐在沙发上，给铃木南剥了2大个柚子。铃木南今天完全没有加班的念头，他不停的看向时钟，在5点整的时候甩开手上的签字笔：“下班了。”费茂收拾完桌上的垃圾，朝他伸手：“走，抱你出去。”今天真是太幸福了。林总趴在费茂的肩上，享受着大家羡慕的眼神。今天的总裁都不用走路下楼，这才是总裁的待遇吗？林总想。铃木南被费茂抱出办公室，抱进电梯，抱出门，抱进车子，然后系好安全带，扬长而去。过了1天，安安看着铃木南，请教道：“林总，怎么才能让男朋友这么爱自己？”林总晃着头，高深莫测的看他一眼：“你不行，你没有超能力。”暗地里拥有超能力的林总得意洋洋。但是只有超能力也不行。林总告诫安安这只单身狗：“你首先得有一个男朋友。”他补充说：“费茂这种的。”
安安心如死灰地点开游戏。我知道了，我还是等着国家发吧。铃木南早上醒来，发现从身后抱着自己的双臂烫得像块热铁，还十分沉。他艰难的转头，伸手去推费茂。费茂咕哝一声，半睁开眼皮。铃木南看他脸色发红，就把手搁到他额头上，顿时被手下的热度吓了一跳。他慌里慌张的叫起来：费茂，你发烧了！铃木南和费茂在一起5年，向来只有自己发烧的份，今天是头一回看到费茂发烧。他使劲回想费茂之前照顾自己的情形，下了床奔到客厅，拉开电视下的抽屉，那儿有满满的药。结果林总伤感的发现，他不知道费茂该吃哪种感冒药。这里液体也有，胶囊也有，治热感也有，冷感也有。铃木南这个看看那个看看，皱着眉全丢进去，老老实实的求助了家庭医生。家庭医生来得很快，简单一看就叽里呱啦交代了林总一大堆。铃木南的脑袋瓜处理公司事务上灵活的跟个计算机一样，面对生活琐事却像个打了结的呆头鹅。他打断对方：等等。他跑进书房，拿了本厚厚的笔记本出来。您接着说，我做的笔记。家庭医生跟见了鬼似的，干巴巴的重复了一遍。铃木南记完，捧着本子重复了一遍，还念得抑扬顿挫。家庭医生听得连连点头：对的，对的，对。铃木南念完，脸色一垮：好难啊，照顾人好难啊。林总愁眉苦脸。家庭医生说要盖条厚被子，不能让费茂冷到。铃木南从衣柜深处翻出一条天鹅绒被，盖到费茂身上，然后摸着费茂滚烫的大手，忧心忡忡：好烫啊。他把费茂的手放到被子外面，想了想，又放到被子里面，接着又放到被子外面。好苦恼啊。家庭医生没说手臂该放哪。铃木南低着头思索一会儿，把费茂滚烫的手臂放在被窝外，然后开了房间里的暖气。家庭医生说要给费茂喂一颗退烧药，然后隔1个小时就要量一次体温。铃木南倒了杯热水放到床头柜上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毯上面，撑着脑袋看费茂。费茂不舒服的皱着眉，铃木南叫他：费茂，费茂。费茂费力的睁开眼：抱歉，现在几点了？他感觉自己很不舒服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想吐。铃木南趴在他耳朵边：你发烧了。林总拿起一旁的水杯，拼命吹走热气。我兑了半杯滚水，半杯冷水，吃药吧。他从药盒里摸出一颗退烧药，自己尝了尝水的温度，然后扶着费茂起来。费茂吃完药，躺在床上，抬手揉着额头：我起来给你做吃的。不行。铃木南压着他：医生说了，你必须睡觉。铃木南接着苦恼的发现，他不会用这个电子体温计。他从医药箱里翻出体温计的说明书，在自己身上是第3次的时候，沈长谦打来了电话。沈秘书对自家总裁迟到2个小时的事实担心不已。铃木南安慰他：没事，我没出车祸，我今天要照顾人，不能去公司了。对，电子文件都发我邮箱，纸质的我明天再看。他挂断电话，继续捣鼓，彻底弄明白后去量费茂的体温，然后看着温度担心：天啊，还有38度。3个小时后，费茂的体温总算降了下来。铃木南再一次用体温计测量，量出36.8度时，松了一口气。他这会儿正坐在床边，手上拿着温度计，膝盖上放着电脑，页面上全是数据。他把1分钟掰成2分钟使用，高效率的处理完文件，把客厅里的柚子拎到房里。费茂睡醒睁眼时，就见铃木南坐在地毯上，低着头剥柚子。他眨眨眼，转了个身，伸出手：你想吃柚子？铃木南抬头，见他醒了，把剥好的柚子递上去：你醒了，给你吃的，感冒发烧要多补充维生素 C。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说：家庭医生告诉我的。费茂拉他起来，到床上来，我抱抱。铃木南让费茂坐着，但他不肯窝在费茂怀里，怕累到他。他靠在床头，
柚子被他拎到被子上，你快吃，我包给你吃。费茂笑道，我还以为楠楠只有3岁，不会包柚子。我之前是3岁啊。铃木楠把柚子塞进他嘴里，可是你生病了，我就只能长大，变成30岁了。费茂笑了笑，把他手上的柚子拿走，你再陪我睡一会儿。他拉着铃木楠躺下来，闭上眼。铃木楠躺在他怀里，抱着他的腰，费茂啊费茂，你快点好起来吧，生病真是太痛苦了。说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，变成30岁好累哦。费茂摸着他的头发，好，他的楠楠啊，在他面前一直3岁，没有他的照顾就是30岁，是可以变大变小的可爱鬼啊。沈长谦和他女友吵架了，铃木楠刚一上班，安安就拉着他说，长谦哥在办公桌前长吁短叹，闷闷不乐，没准要失恋。铃木楠走过去看了一眼，纳闷，感觉他挺开心的呀，还在玩游戏。林总你不懂，安安道，男人啊，都是把忧伤藏在心底的。他说的特别高深，搞得像是个巫婆正在施展法术。铃木楠更纳闷了，安安，你这个女性单身狗，怎么摇身变成了情感大师？安安膝盖中了一箭，摸着心口离开。林总，我不要跟你说话了，我打个电话问问民政局，男朋友到了没？铃木楠作为一名贴心总裁，体贴的问了问沈长谦，长谦哥，听说你要失恋了？沈长谦板着脸，没有，林总，我在跟女朋友冷战。啊？为什么冷战？铃木楠问。因为他不讲道理。沈长谦一肚子火，他昨天叫我做饭，我做了，他叫我洗碗，我洗了，结果他往沙发上一躺，叫我拖地，放洗澡水，帮他洗衣服。铃木楠小心翼翼的抬眼，他哪里不讲道理？他什么也不做，就知道对我发号施令。沈长谦怒道，家务分配不均，早知道他这么懒，我才不跟他谈婚论嫁。林总惊悚了。林总想了想下班后自己的状态，林总哆嗦着问，要家务均分？当然了，沈长谦道，我下班后也很累啊，还叫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心里真的很烦，只是有时候懒得吵架，做完算了，省得还要争辩。铃木南原睁着眼，心想，难道费茂晚上也想跟我争辩？铃木南想了一个下午，没琢磨透，晚上回去的时候，主动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堆菜，叠在厨房里。费茂还没回家，他把胡萝卜搓干净，找出菜刀，准备磨刀霍像萝卜。可是他下不去手，胡萝卜好硬，菜刀好大，好怕切到自己手。他犹豫不决，正巧房门一响，费茂进来，看到他在厨房里拿着菜刀，神色顿时比他还紧张。楠，你做什么？铃木南举着刀回头，我要切菜。费茂一下夺下他手中的刀，不准切，我来。铃木南被剥夺了煮饭的权利，从角落拿出吸尘器，打开后在客厅里吸来吸去。费茂把材料下锅炖煮，而后拿过铃木南手上的吸尘器，关掉后放在一边。你怎么了？铃木南抽抽鼻子，我要家务均分。费茂坐在沙发上，听铃木南讲完家务均分的理由。费茂逗他，那你准备做什么？铃木南觉得煮饭不适合自己，第一个排除，扫地也不太适合自己，第二个排除。他想了想，道，我洗碗。费茂点点头，可是我没有洗碗机。铃木南接着道，那我拖地。没法拖，都是地毯，直接送去干洗。那我洗衣服，有全自动洗衣机。林总犯了难，那好像没有家务了，要不我替你放洗澡水？费茂抱住他，好啊，放洗澡水是很简单的。铃木南把开关打开，先放冷水，再放热水，放满一个浴缸，出门去叫费茂，放好了。费茂进来，谢谢楠，一起洗吧。铃木南就和费茂一起在浴室里共享了铃木南的劳动成果，时间很久，从浴缸共享到了床上。第二天铃木南神清气爽地上班，对沈长谦道，
家务均分果然很有必要啊。沈长谦点头，是吧是吧，我就说嘛。铃木南附和，能够增进感情，我以后要天天做家务。沈长谦连连点头，掏出手机，我现在就跟女朋友说，林总都在家里做家务。晚上，铃木南跟费茂炫耀，我今天先是挽救了长谦哥的情感危机，他女朋友听说我做家务，立马说他也要做。费茂听得好笑，把桌上的碗筷收起来。那你跟他说做什么了吗？说了。铃木南说罢叹了口气，然后他一下子就生气了，对着长谦哥吼了一句你看看人家，接着挂断了电话。所以你又生成了一次感情危机。费茂总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铃木南道，为了弥补，我给长谦哥放了一下午的假，让他去哄女朋友。成功了吗？不知道，没准在做家务吧。铃木南的语气非常同情。铃木南今天很晚到家，开门进屋的时候，费茂正坐在沙发上等他。铃木南喝了点酒，有些醉醺醺，还没睡啊。费茂快步走来，搂住他的腰，怎么这么晚？铃木南打了个嗝，总裁嘛，总要应酬的。他昏头昏脑的被费茂抱去洗澡，洗完躺在床上，有无穷的想说话的欲望。今天跟江旭涵一起吃饭，她老公也在。费茂拧着眉想了一会儿，道：沈醉。没错，就是娱乐圈里那个模特。铃木南躺在费茂的手臂上，两个人轮着给我敬酒，太坏了。费茂同沈醉没有合作，认倒是认识。他看着铃木南发红的脸颊，道：明天我以前辈的口吻去批评他。批评？铃木南转了个身，大着舌头说：你再批评一下，他居然和江旭涵早恋。费茂哭笑不得的摸他的脸，早恋怎么了？人家现在都快30了。哼，沈醉这么小就拐到江旭涵这株祖国的绿草，必须批评。铃木南扭来扭去，我都不早恋，我们男乖宝宝，所以不早恋。没错，怎么能早恋呢？铃木南闭上眼，批评他。第二天，铃木南摸着宿醉的额头上班，坐在办公室里叹气。沈长谦进来送文件，林总不舒服？不。林总忧伤的摇摇头，哎，我也好想早恋啊。沈长谦莫名其妙，早恋有什么好的？乳臭未干。你不懂，早恋也是一种精神财富。林总很严肃的回答。铃木南昨天跟江旭涵吃饭，听沈醉说了一连旷他和江总早恋的甜蜜事，听得铃木南眼冒桃心。他想了想读高中的费茂，那得多帅气多嫩啊。林总很难过，他在想，为什么自己读高中要去国外，不去上费茂的高中，错失了早恋良机。林总很后悔。费茂回家就看见铃木南在书房翻箱倒柜地找东西，他站在门口问：找什么？相册。铃木南道：我找找你高中时候的相册。费茂哭笑不得的拉他出来：我来找，你去吃东西。铃木南坐在沙发上，欣赏了费茂找出来的一本薄相册，特别不满意，居然只有这点照片。费茂不爱照相，更别说是高中没出道的时候，压根没啥照片。他抱着铃木南哄：我高中不好看。我不信，林总拿过茶几上的手提电脑，我要上网找。网上资源是很丰富的，不单单有照片，还有各种自称是费茂隔壁班的同学的哥哥写的故事。铃木南看得津津有味，末了还缠着费茂，要他多说一点。费茂心里对沈醉恨得牙痒痒，为了哄人，搜肠刮肚的找出点记忆角落中的细枝末节，勉强填饱林总的胃口。铃木南躺在他腿上，哎呀，要是能跟你读一个高中就好了。费茂挑挑眉，我那时候好好读书，没想过谈恋爱。铃木南哼哼唧唧，你看到我肯定就想了，你几年前追我的时候就这样说的。接着他模仿了一下费茂的语气：林总，有没有兴趣跟我交往？我看到你就想跟你交往。第二天在保姆车上，费茂闭着眼假寐，突然问万欢欢：沈醉最近有什么活动？万欢欢啊了一声，道：好像今天下午有个客串演出，
在我们隔壁剧组。好的，费茂睁开眼，报仇的机会来了。你给我去定制一套高中校服。万欢欢一脸懵，你的尺寸？不然呢？万欢欢理解的闭了嘴。他突然知道了些什么。费茂下午趁着拍摄空隙到隔壁剧组溜了一圈，对着沈醉道：别跟楠楠说你们早恋的事。沈醉咬牙切齿的回：那你也叫林总少说一些，我家学霸老抱怨我当初不主动跟他表白，害他单恋1年，没少让我吃苦。费茂看他一眼，那你吃苦是应该的，谁叫你不表白？晚上，费茂拎着一件校服回家，还带了几本高3辅导资料。林木南看到吃惊，费茂你干嘛？费茂在卫生间换上衣服，陪你玩早恋。费茂和林木南在书房里回顾了一下高3的学习，高中年代毕竟久远，好多知识费茂都记不得了，看着习题一时无从下手。林木南在一旁摇头：费茂你太笨了，费茂你这个都不会，费茂你居然连这个也忘了，费茂你好笨哦，费茂我不要跟你早恋了，我们距离太大。费茂后面把笔一扔，把林木南扛回了房。林木南一早起来，看到费茂在餐桌边摆早餐，他跑过去从后面抱住费茂的腰。费茂拍拍他的头：还玩早恋吗？林木南坐到桌边，我想了想，要是我高中遇到你，我还是会跟你早恋的。费茂好笑：不嫌弃我笨了？我可以做一个拯救费茂学渣的无敌学霸。林总插起一块鸡蛋，而且你长得这么帅。他坐在椅子上回忆了一下昨天穿校服的费茂，真是抵挡不住这个男人的诱惑啊。林总点头：早恋真好。沈长谦又在办公室里叹气，林木南来来回回经过他的办公桌前3趟，听到他叹了6声气。林总很纳闷，同时又很了解，他站在沈长谦办公桌前，以一种极为熟稔的情感专家一样的语气问：你女朋友又怎么了？沈长谦叹气一顿，诧异道：林总怎么知道？林木南摆摆手，仿佛这个事不值得一提，总裁嘛，都是有些高深的本领的。沈长谦点点头：我女朋友，她败家。林木南活了30年，确实不知道败家这个词的界限范围。他问：长谦哥，她怎么败家了？她居然想一下子买3个爱马仕包。沈长谦愤愤，他还跟我说要买最新款的卷发棒。林木南搓搓鼻子，小声哼哼，好像也不败家呀。安安从另一张桌子后探出身：长谦哥，你们男人赚的钱不就应该给自己女人花吗？不然赚钱干嘛？钱花出去才是自己的，不然都是一堆符号。拥有一大堆符号的林总点头赞同安安的话：没错没错，符号。安安接着道：女人怎么就败家了？一个包包背1年，平均下来多划算，败家也是一种爱好，好不啦？要是这个女人不花你的钱，我看她是不爱你。单身狗安安有一大堆歪理，成功把沈长谦说的晕头转向，也把林木南说的晕头转向。林总就记住了2句话：败家也是一种爱，男人赚的钱就应该给女朋友花。林总虽然没有女朋友，但是他有一个高高帅帅的男朋友。这天林木南回家，把皮夹里银行卡掏出来，递给费茂。费茂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，接过手后甩甩卡：给我做什么？想买蛋糕？林木南摇摇头，对着窗户仰起头：我们男人赚的钱就是要给男朋友花的。他说的特别深沉。费茂把卡放在桌上，转身去厨房：让我先为男朋友洗个碗。林木南收回目光，翻着眼想了想，站到厨房门口：费茂，明天有工作吗？没，通告临时改后天了。那我带你逛街去吧。林木南兴奋的搓手：让我这个总裁为你花钱？安安说了，败家也是一种爱。林总开了一辆车库里最豪华最拉风的跑车，打扮得十分招摇，跟去夏威夷度假似的花哨。费茂哭笑不得捂住额头。林木南带费茂去了市中心寸金寸土最昂贵的商场，以皇帝下民间巡视一样的气度乱指。这些，还有那些
全部找他的尺寸。他伸手一指费茂，费茂赶紧攥住他的手指，把他拉进最近换衣间，摘下他的墨镜。楠楠今天怎么了？这么，他用了个十分哄人的词，有趣。铃木楠很严肃的嘟着脸颊，费茂，我觉得你不够爱我，你都不花我的钱。费茂平时的收入同林总不相上下，确实没有花对方钱的想法。他凑进去问，所以楠楠今天想让我花钱？我们男人的钱就是要给男朋友花的。铃木楠重新戴上眼镜，十分慷慨，你随便花。费茂亲亲他的鼻子，谁跟你说败家是爱的？沈秘书？不是，办公室的知性情感专家安安。费茂想起这个刚毕业的小女生，揉揉眉心。他拉住铃木楠的手，知道了，那我们今天多买点东西。他补充，用楠楠的卡。费茂带着铃木楠在商场里转悠一圈，买下了所有最新款的服装。刚好接下来有一个现代剧，扮演成功人士，这些衣服可以带去穿。铃木楠听说衣服会出现在电视剧里，特别开心，在商场的走廊上蹦蹦跳跳。太好了，我的钱不再是符号，变成你身上的一部分了。两人经过一家包包店，费茂停下脚步，楠楠，过来，我们买个东西。第二天，铃木楠上班，给安安带了一款最新的爱马仕包包。安安拿着包傻眼，语无伦次，我的？给我的？我的？铃木楠点点头，费茂叫我给你。他说安安都没有败家的依靠，一腔爱意无处抒发。安，总裁，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不奇怪啊。林总完全察觉不出话中深意，他还叫我告诉你，败家是种爱，完全是因为一方太穷又有虚荣心。啊，好的，我懂了，林总。林总拍拍包，收下吧，你都没人给买爱马仕。哎，林总叹息着进了办公室，留下安安举着包仰天长叹，费茂也太腹黑了吧。单身狗安安再也不敢做办公室情感大师了。双11的预售开启之后，安安就跟疯了似的在办公室里集赞。长千哥，他鬼魅一般的从沈长千背后冒出，用十分真诚的声音夸道：今天的你过分帅气。沈长千了然的拿出手机，链接发我。安安拍拍沈秘书的肩，多谢大哥。不光沈秘书和其他助理，就连日理万机的林总也会收到安安的请求。铃木楠对双11的活动云里雾里，拉这个赞有什么用？可以得能量啊，能量。安安道，在 PK 中赢了对方就能得到奖池里的能量，到时候队员瓜分100能量能有1块钱呢。哦，铃木楠点点头，又问，那你现在有多少能量了？不好说，不过双11拿个100的红包不成问题。铃木楠小声嘀咕，就这点钱，那我不玩。日理万机分分钟上万的林总根本看不起这点小钱。安安在心里静静落泪，然后起了坏心，哄骗他，主要不是钱啊，林总，是集赞的乐趣。你自己只能点6个赞，但是你能拉到100个，心理成就感多棒啊！而且还可以空手套白赞，我们队刚好差一个人，你来不来？铃木楠把面前的文件合上，那我也玩一玩。安安火速把林总拉进战队。铃木楠基本就是买，对各类活动都不清楚。安安手把手教他，点这个拉赞，点微信分享，把它发给别人，别人只要复制，点开淘宝就能帮你点赞。道理我懂，铃木楠道，但是你这个战队名称？安安的战队名叫求对面放过我。林总很嫌弃，太没自信了，一点都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定位。我现在就改。安安火速把队名改成老娘稳赢。林总把链接发给费茂，对方。铃木楠挠挠脸颊，帮我点赞了。淘宝小游戏，随便玩玩。费茂，点好了。铃木楠随便发了几个好友，然后忧伤的发现他的好友都不屑一顾。江旭涵更是直接发来3个白眼，没空。忙。铃木楠哼了一声，把链接发在了朋友圈里。沈醉留言，你疯了？
公司破产了，费茂骗你财产了。林总意识到，他的好友在这个时候都是靠不住的。林总暂时没 get 到这个游戏的乐趣，他跑去问安安怎么办。安安耐心教他，要是找不到互赞的人，你可以空手套白赞，意思就是骗别人帮你点，你不回点。正直的林总顿时就用一种你这个大骗子的眼神看着安安。安安很无辜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对面一天能拉40个赞，我们队要是只互赞5个人，一天只有30个赞。他叹了口气，为了赢，穷人的双11必须不择手段。铃木南思来想去，觉得骗人不是自己的风格，他套赞一定要光明磊落。万欢欢紧张兮兮的跑进化妆间，费茂，你微博被盗号了。费茂正在看台本，没有吧？那你怎么会发这种东西？万欢欢把手机递上来，只见屏幕上写着，我正在 PK 人气赢能量，快来为我点赞 PS 我不回赞的哦，我来空手套白赞。费茂笑了声，把目光重新移回台本，家里小东西顽皮，不用管。万欢欢呆了一呆，然后问，破产了，要我帮你提高合同酬劳吗？费茂哭笑不得，没有，他一时好玩。安安看着林总蹿升的点赞数，在办公室里十分窒息。我要冲进 Top 11了。Top 11能干吗？铃木南坐在安安的位置上，吃着安安给自己买的水果捞。能清空购物车啊！安安捧着脸，49999的奖励。安安两眼发光，面色红润。铃木南沉思半晌，明年得提高你们年终奖了，居然看到49999这么开心，太没出息，一点都不像我的员工。林总觉得很丢脸，安安居然看中了49999的奖励。49999不是很容易拿到吗？铃木南看着费茂微博的回复数，心想点赞都不止49999。林总正大光明套白赞套了3天，还是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的乐趣。他默默关掉微博，安安拉赞太容易了，没有挑战性，我不玩了。安安捶胸顿足，林总你居然要抛弃老娘稳赢。铃木南玩了这些天，还是没有适应这个奔放的战队名称，他把面前的合同递给安安，你明天去 Z 市出差，把这个项目签下来，有奖金。安安接手一看奖励，立马道，老娘也不玩了。粉丝今天蹲了半天，没等到林总的拉赞微博，在之前的微博下问怎么回事。我特地留了一个赞给林总，林总你人呢？林总今天不玩了吗？哈喽，林总在吗？在的话请回电。铃木南下午抽空上了一次微博，从相册里挑了3张费茂的照片发上去，谢谢大家帮我点赞，这是回礼，1天1张。他发的是费茂的生活照，做饭看书睡觉。粉丝捶胸顿足嗷嗷叫，林总你别走啊，我们愿意点赞，求林总让我们点赞，哭了555。林总你回来。林总稍微变得出名一些后，几家娱乐公司也瞄准了这块香饽饽，邀请他去参加一点真人秀节目。铃木南躺在床上不是很感兴趣，他对费茂说，真人秀有什么好玩的，还不如在家里睡觉。但是第二天他就改变了主意，捧着手机飞奔到书房，费茂，我要去参加综艺了。费茂接住他，怎么突然答应了？哪家节目？铃木南打开邮件，就是你最近要参加的旅游节目，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第1期。万欢欢给费茂接下一个4处旅游给大众做攻略的旅行节目，不需要玩游戏，吃吃喝喝逛逛，挺亲民也挺佛系。节目需要拍摄3天，下周开始，每期都会有个神秘嘉宾，节目组为了收视率找上了林总。铃木南心下满意的不得了，他捧着手机查攻略，我们难得一起去旅游，不如就把这次节目当作蜜月旅行。费茂已经预感到了网上会如何的腥风血雨，但是他向来宠人，因此只抿嘴笑了声，好，楠楠说了算。铃木南当天在集合的机场空手下了车，节目助理迎上来，看了看他的手，林总，行李呢？铃木南自然道，你等等。助理等了一会儿，
看到费茂从车上下来，走到后备箱前，把2大箱行李推在手中。铃木南指指行李在这儿。助理，好的，林总，走吧。节目组没给2人把票买在一块儿。铃木南坐下后往后看了看，问：为什么费茂离我这么远？这个节目是单人行动，助理道，因此不光机票，连住宿也是随机分配，1人1间。你等会儿。铃木南懵了，1人1间。对啊，助理小心的解释，林总没看邮件。铃木南缩缩脖子，他确实没看邮件，他只看到可以跟费茂一起旅游。助理把文件从背包里拿出，幸好我带了，林总你现在看看。铃木南后悔了，铃木南在心里哭了。这什么破节目啊，居然要求嘉宾单独行动，以便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旅游攻略。第1天住宿在同一家酒店，第2天和第3天只要带着助理和摄像就可以住在不同酒店。林总看着手上的文件，心想，平时我看文件看这么认真，为什么这份没好好看？我恨自己做的孽自己吃。铃木南扁着嘴下了飞机，所以我跟费茂是2间套房。助理安慰，你们刚好相邻，晚上能一起玩。玩什么玩？林总愤愤，睡觉才重要好吗？林总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半晌，最后唰的一下坐起来，挠着头，睡不着。铃木南有很坏的习惯，要是费茂不抱着他睡觉，他就会失眠。虽然费茂平时会接戏，但路程都不会很远，晚上一般住在家里，实在脱身不开，铃木南便一个人躺在熟悉的床上，熬个半夜也能睡着。可是这家酒店对他来说完全陌生，床虽然柔软，却没有安心的味道。铃木南坐在床上，吼道：不管了！他拉着拖鞋出门，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，像只兔子一样窜出，敲了3下隔壁。门一打开，他就往前一扑，费茂接住他，怎么了？铃木南很委屈，睡不着。费茂看了眼时间，才10点，哭笑不得，这么早，你哪里睡得着？胡说，林总振振有词，我是因为没你才睡不着。费茂房里还有3个艺人过来一块玩纸牌，他们正坐在地上，没等着费茂回来出牌，看见费影的抱了个人回来。林总一到费茂怀里就困，打了个哈欠，看了呆滞的3人一眼，你们玩吧，我睡觉。他趴的在地毯上躺下来，把头搁在费茂腿上。费茂调整了下姿势，让对方面朝自己的腰，打完这局不打了。3人应了声，疯狂放水，成功在3分钟内全部输光，起身往外撤退。林总第2天早上7点醒来，十分满足，舒服的一时忘记了在拍摄。他凑上去亲亲费茂，早。费茂刮刮他的脸，早。林总不满意了，你为什么不说爱我？费茂温柔了语气，爱你，早。林总还是不满意，你今天怎么不亲我？费茂知道他是没反应过来，拉着他往自己的方向移，亲了亲对方的嘴唇，现在满意了吗？糊涂蛋，满意了。糊涂蛋铃木南坐起来，一下看见墙角对着床的机器，默默的躺下去，睁着眼抱着希望的问，机器开了吗？开了1夜。费茂悠悠的捅破他的幻想，拉着他起来，走，去旅游。刷牙的时候，铃木南问了不下20个问题。我睡觉往你怀里钻了吗？我睡觉抱住你了吗？我睡觉踢被子了吗？费茂抬高手臂压着他的脑袋，不仅钻了，还把头搁在我的胸上，还踢被子，我晚上帮你盖了3次。我一起身你就咕哝。铃木南撑着洗手池哀嚎，完了，我没有形象了。林总的形象从霸道总裁小甜心变成迷糊粘人的撒娇鬼，于是林总破罐子破摔了。铃木南牵着费茂的手，豪情壮志，走，度蜜月去。铃木南真的有很多坏习惯，除了睡觉得抱着费茂之外，还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小吃，但通通都只吃2口，剩下的要费茂解决。铃木南喜欢玩射击玩飞镖，但是一看自己赢不了，就拉费茂上场，力挽狂澜。他胆子奇小，偏偏喜欢鬼屋，拉着费茂进去体验，
在途中哇哇乱叫，抱着费茂不撒手，最后被费茂抱着出来。跟拍的2个摄像拍了第1天的全程，回去后跟导演要求换岗。扛着摄像机的单身壮汉非常愁苦，我感觉我会被刺激的命短，不如让王大哥去。王大哥推李大哥，李大哥推钱大哥，钱大哥推孙大哥。节目组导演想了一下，算了，你们轮流来吧，一个都不放过。第1期节目录制结束后，节目导演逢人就说，别轻易找林总上节目啊，短命。林总完全不知道他已经给很多人造成了伤害，喜滋滋的买回些特产分给公司上下。我觉得旅游节目挺好，林总对费茂说，他们应该多请我去上。当双11的拉人点赞变成拉人助力之后，安安又开始疯狂，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嗷嗷乱吼，谁买过纸巾啊？谁买过鞋子？长千哥买过纸尿裤和奶粉吗？沈长千一脸无欲无求，安安，我婚还没结。铃木南经过，听到这番话特别诧异，长千哥，你1个月前在谈婚论嫁，现在怎么还在谈婚论嫁？沈秘书叹了口气，双11害人不浅，我女朋友现在满嘴都是红包，抢购，没有结婚。铃木南很纳闷，他走到安安的办公桌前，四处搜寻小零食。安安没空理他，他正在微信群里疯狂交换，娘的，今天居然要拉30件裙子，搞批发吗？铃木南弯腰从抽屉里找出紫薯干，安安，别玩了，淘宝害人。不行啊，林总。安安道，本来就穷了，还不努力。接着他一下站起来，死马当活马医的开口，林总，你会不会在淘宝买过裙子？沈长千伸长脖子，你说呢？安安。安安垂头丧气坐下来，接着又道，那给我点点淘气值吧，淘气值也好的。安安把链接发给林总。铃木南随手一点，晃晃手机，点好了。安安打开页面一瞧，惊呆了，林总，铃木南。他抬起头，眼里全是震惊，你居然买过3条裙子？安安自言自语，不对啊，你买裙子做什么？林总攥紧小零食，我先走了。林总同手同脚，十分紧张的走回了办公室。铃木南在办公室里捂着脸唉声叹气，他忘了他以前双11在淘宝上买过裙子，那种裙子太羞耻了。现在安安都知道了，沈长千也知道了。林总羞耻到想钻到桌子底下，他捧着脸在办公室里龇牙咧嘴，心跳快到连零食都吃不下。由于过分羞耻，铃木南一下午都没怎么看文件，他甚至觉得沈长千看自己的眼光都很不对。事实上，沈秘书这个直男脑压根就没懂林总怎么了，他整个下午忧心忡忡，林总身子不舒服。铃木南唰啦一下挺直脊背，十分敏感，没有啊。那你的脸怎么跟火烧云一样？铃木南，也许我是麒麟的化身。沈长千一脸凌乱的出了门，给费茂打了个电话。费茂下午提前下班，上公司来接铃木南。铃木南看到自家爱人，深觉神奇和诧异，不是说晚上要拍夜戏？请假了。费茂伸手摸摸他的脸，你怎么回事？脸怎么这么红？铃木南，没有。沈秘书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可能发烧了，一下午做事情都糊里糊涂。铃木南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他觉得可能不是发烧，是发骚。费茂不由分说，拉着他早退下了班。走前安安还特别兴奋，期许的问他，林总，明天助力的是沙发，你买过吗？铃木南现在听到助力就想捂脸，他火烧屁股的离开公司，跟费茂说了事情的经过。林总捶胸顿足，我现在完全暴露了。费茂抱着他安慰，没事没事，他们不会打趣你的。费茂回到家就进了房间，铃木南发现对方拉开了好几个抽屉。林总，你在干嘛？找找你以前买的裙子。铃木南跳起来阻止，发出一声猪叫，不行。铃木南当时买裙子完全是脑抽，那会儿费茂
好像跟他生气了，生气的原因现在回想不起来。总之林总当时为了哄人买了裙子，结果双11快递拥堵，裙子20天后才收到，费茂早就消了气。铃木南便把裙子扔进了衣柜深处。铃木南万万没想到，裙子还能有用武之地。第二天早上他没去上班，躺在床上听费茂跟沈长谦打电话。对，发烧了，今天不去了。行，文件放那儿吧。好，不严重，不用挂水。铃木南还能隐隐约约听到对面安安的叫声，林总，沙发有没有啊？铃木南翻了个白眼，拉了拉费茂的袖子。费茂了然道，没有沙发。费茂有新电影要上映，最近一直在跑宣传，宣传地方多，问的问题却千篇一律，以致到了后面主持人问题才刚抛出，底下粉丝就欧声阵阵，显然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主持人遇到这种情况深觉无奈，费影帝的声音，你们不想听吗？想。费茂勾着嘴角点点头，偏头朝底下看了一眼。粉丝们尖叫连连，也算是为主持人圆了个场。宣传会上有粉丝提问的环节，一共抽3个幸运粉丝，第3个女粉丝被抽中后眼泛金光，兴奋的不行。她举着费茂的手幅，站起来后问，电影有恋爱乌龙的剧情，费影帝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实中你恋爱的乌龙吗？这个问题一出，底下欧声又此起彼伏，这是激动的欧声，粉丝们都激动了。费茂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到林总，大家对2人恋爱的细枝末节不甚清晰，只知道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。主持人打了个手势，示意粉丝们安静下来，他斟酌着开口，尽量问一些跟电影有关的事情。他上场前就被万欢欢提醒过，不要问恋爱上的事。粉丝们有点不满，稀稀拉拉的响起讨论声。没关系，费茂出声道，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。他微微一笑，以前追男男，他没搞清我的名字，第一回约会的时候叫我费昌。林总，安安在午休时刷着营销号文章，你以前真的叫费影帝费昌？铃木南正吃着芒果，对呀。你们都约会了，你居然不知道他的名字？也不是约会，铃木南挠挠脸，那时候还不认识呢，我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，看到他在板上签名，花体字写得很好看，我印象很深，把他看成了费昌。那会儿慈善晚宴上众人穿梭，铃木南躲在角落吃小蛋糕，后背突然就被拍了一下，他转头看到摔断腿的费茂。林总脑袋里除了蛋糕便是那个花体名字，他当时脱口而出，你是费昌？后面呢？安安追问。林总拆了一包薯片，他说他叫费茂，然后没然后了，我回家了。怎么可能？安安失望，没有爆点。其实那会儿铃木南看费茂看得有点呆，说完也没觉得不对，只看到对方弯起嘴角，我叫费茂。铃木南反应过来，顿时糗了，难得遇到一个帅哥，居然弄错了名字，林总有些小忧伤。他伸出右手，手心向上，道：手心给你，你打吧。铃木南又怕疼，紧接着小声补充道：只能打一下。对方眼神下移，落到他白嫩的手心，突然笑了一下，这个笑很明显露出了牙齿。他盯着铃木南的眼睛，慢慢道：不打，心疼。所以你那时候就在撩我。铃木南晚上躺在床上，你说不打，心疼，我吓了一跳。费茂抱住他，害怕，说不上来，有点出人意料。为什么？你说那次是约会，我们没有约会啊。费茂轻轻他的耳尖，对我来说，每一次遇见都是约会。铃木南躲在对方怀里偷笑，听费茂讲情话太开心了。偷笑完，林总咳了一声，又问：你为什么这么直接？万一我被你吓跑怎么办？费茂想了一下，道：没想过，我决定追你的时候就没想过追不到你的结果。为什么？我看上了你还想跑？费茂拧拧铃木南的鼻尖，
我死缠烂打也要把你追到手。铃木男忍不住在被子里打了2个滚，搂住费茂的手臂，你也不能跑。费茂点点头，拉高被子盖住他，我还能跑哪去？睡吧。铃木男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，沈长谦看了纳闷，看了看周边的文件，林总，熬夜伤身，晚上不要看文件。林总撑着脸笑，不是，我是被甜到睡不着。沈直男猜到，蛋糕吃多了。林湾男摆摆手，长谦哥你出去吧，我一个人回味一下。沈长谦一脸茫然的离开办公室。沈秘书跟安安说了说林总的异常，会不会生病了？安安恨铁不成钢，你这个傻子。沈秘书，安安，那你问出林总为什么被甜到了吗？沈长谦，不是甜点吃多了？安安一阵无语，接着恨道，你这个没用的。林总一早顶着黑眼圈上班，坐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。安安进来送文件，贴心的把沙发上的抱枕递给他，林总，身体不舒服就垫着。铃木男看了2眼抱枕，再看了2眼安安，小姑娘思想不要这么污。安安翻了个白眼，林总，我25岁了。铃木男点点头，比我小。安安上下打量他2眼，不，林总，你只有5岁。说完，安安叉着腰，特别狂的说了一句，来，叫声姐姐。铃木男慢吞吞的动动手指，把文件移到面前，阿姨。安安脸色漆黑的从办公室出来，看着沈长谦冒黑气。沈秘书看了看他的脸色，疑问着开口，昨晚没敷面膜。安安看他一眼，长谦哥，你能找到女朋友真是见了鬼。沈长谦莫名其妙挨了一刀，看着外卖频道纠结，你说等会儿吃啥？安安点点他的手机屏幕，我的哥，现在才8点。尽早打算。沈长谦道，这叫未雨绸缪。我要一份披萨。安安开口，给林总一份奶油意面，他吃不了辣，那个了。沈长谦秒懂。安安另点了3块香辣鸡翅，变态辣的那种，在办公室里吃到风生水起。铃木男闻到香气，出来后伸手去拿，安安阻止，林总，你不能吃。铃木男的黑眼圈还没消下去，这会儿他又有些困，打了个哈欠，难得乖巧道，行，那我去睡了。安安看着他飘忽的背影，看到没，那个挺严重。可是不对啊，沈长谦晃晃手机，微博上说费茂前天就飞去国外参加颁奖典礼了。费影帝真是神仙。安安道，居然让林总严重了3天。林总下午一个人回家，吃了顿外卖后就躺在床上给费茂打电话，是不是明天回来啊？费茂穿着正装，正在颁奖礼的后台，他找了个僻静的角落。你的黑眼圈怎么回事？睡不着。铃木男委委屈屈，没有人暖床，我睡不着。费茂哄他，后天白天我就回去了，你乖一点。晚饭吃了吗？一份番茄肥牛汤面。铃木男道，加了荷包蛋。今天安安吃香辣鸡翅，我也好想吃。你又吃不了辣。费茂隔着屏幕亲亲他，等会儿唱歌给你听。不要。铃木男拖着下巴，我要抱一下。费茂哭笑不得，总觉得3天没见，楠楠变得更加粘人。他收起手机，看见万欢欢四处找他，便挥了挥胳膊。万欢欢走过来，机票改签好了，明晚你就能到家。不过你这么早回去做什么？好几个导演都说要见你。再不回去，家里的小猪要变成熊猫了。费茂笑道。第二天，铃木男没忍住，下班后假装不经意的路过 KFC， 进店买了3对香辣鸡翅。鸡翅很好吃，但对他来说真的太辣了，吃的他自产暖气。呼呼倒吸冷气半小时后，他开始肚子疼。凌晨2点，费茂轻手轻脚推开卧室门，看到床头的阅读灯没关。铃木男蜷缩成了一团小小的球，锁在被窝里哼哼唧唧。他走过去，俯身看到铃木男紧皱着眉，闭着眼睛，嘴里小声的哼哼。楠楠，费茂轻声喊道。
铃木男迷茫着嗯了一声，半睁开眼看见是他，伸出手抱一抱。费茂打高屋里的暖气，回抱住他，快睡。啊，费茂，真的是你！铃木男一早醒来，嗷嗷乱叫，双手双脚缠住费茂的身体。你居然回来了！费茂道，开心吗？超开心。铃木男兴奋道，紧接着皱起脸，你等等，我去上个厕所，肚子疼。铃木男吃的香辣鸡翅后劲十足，让他一早开始拉肚子，半小时内拉了3次。费茂捂着脸在床上笑，铃木男扑上床，缩在他怀里，你笑什么？你这个坏蛋！我怎么坏蛋了？又不是我让你肚子疼。费茂拧拧他的下巴，让你胡乱吃辣。不行了，又开始疼了。铃木男捂着肚子，盖好被子，我去拿衣服。费茂道，带你去医院。沈长谦一脸懵的挂断电话，安安吃着薯片问他怎么了。费茂说林总今天不来了，身体不舒服。又那个了。安安了然。可是费茂说等得要带林总上医院。沈长谦道，看起来不像是那个啊。你知道什么？安安严肃了眼神，费茂是神仙。费神仙正在车里揉着林总的肚子，哄他吃加了糖的白粥。铃木男很嫌弃，摇头不吃，太淡了，难吃。难吃也要吃。我不吃。费茂低头亲亲他的嘴唇。现在呢？林总撇撇嘴，勉强吃一口。费茂连连亲了好几下。现在呢？他挑高眉毛看着对方。林总哼哼，费茂，你居然色诱！你这个作弊大王！